男生转动酒瓶，只要瓶口对准女生，两人就要一同关入小黑屋7分钟，可以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。小胖用力一转，看到是女神小美，他兴奋极了。You, me, closet, 7 minutes, heaven。7分钟很快过去了，游戏迎来第2回合。查克很喜欢对面的金发妹，他找好角度，用力一转，可结果却指向了金发妹身旁的小魔女，这让查克有些无语，因为他对小魔女没有感觉，但小魔女却非常开心，她一直在暗恋查克。就这样，两人刚进小黑屋，魔女就迫不及待地脱下外衣，要来一场大人间的战斗。查克誓死不从，毕竟金发妹还在外面呢。2分半后，查理被踹了出来，小魔女觉得自己白给还被拒绝，这让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羞辱，于是由爱生恨，开始诅咒查理这辈子得不到真爱，只要和他约会的女生就会抛弃他，并遇到真命天子。说完，气冲冲地扯下他的一缕头发走了。查克很快长大了，如今的他已是一位优秀的牙科医生，虽然至今未婚，但桃花运却是数不胜数。这天，前任邀请他参加自己的婚礼，致辞上他特意点名查克，说和他分开后才遇到现在的真爱，随后称他恋爱幸运星。这话吸引了在场所有单身女孩的注意。第2天，查克来到诊所，意外发现来者都是一些美女，而且个个搔首弄姿，就连前台黑妹也对他各种抛媚眼。他有些疑惑，再三询问下才明白，原来是他的事迹被发到了社交网站上，评论区还有他的前女友们作证，说和他分手后都遇到了真命天子。显然，来牙科的这些病人想治的不是牙，而是……晚上查克回到家，电话留言破天荒的过百。点开一听，全是要求和他约会一次的女生，他瞬间无语，不想再听了。可刚要洗漱 Hi, Dr. Charlie。这把他吓了一跳，原来是助理利用紧急钥匙进他家了。他说自己需要一个心灵伴侣，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样貌属实一言难尽，因此只能指望查克了。查克还想劝他不传谣不信谣，可看他这么可怜的模样，最终还是心软了。第2天，他找到好友述说了这件事儿，说他非常困扰，每天都有无数妹子投怀送抱，却无一想真心谈恋爱。这说辞都快把胖子馋哭了。为了开导好友，胖子说这些女人很可怜的，她们付出真心却得不到回报，如果和你约会一次就能拥有真爱，那这就不是诅咒，而是幸运魔咒。听到这个说法的查克若有所悟，从这天开始，他变得来者不拒，只要和查克约会一次，就能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。这个消息在网上传开后，无数女人排着队来到查克的诊所看病，查克也来者不拒，任何地方都有他战斗的身影。本以为事情被揭穿，他就会被骂成骗子，结果和他约过会的女人，无一例外的在几天内找到了真爱。就这样，查克越来越有名，甚至各行各业的女性都知道有这么一个幸运查克。半年后，查克明显憔悴了不少。他和好友吐槽，现在的生活他已经厌倦了，所有的女人都把他当工具人，用完就扔。他现在要做出改变。好友说：“你不会真觉得他们遇到真爱是因为你吧？这群恋爱脑主动找你，你就偷着乐吧。”这天，查克的前任女友邀请他参加婚礼。宴会上，他对一个名叫 Lucy 的女孩一见钟情，随后不断搭讪，用他的满级恋爱技巧成功拿下了女孩的芳心。紧接着，他们一起约会，一起聊天，感情可以说是突飞猛进。查克也久违地体会到了爱情的味道。可就在两人准备更进一步时，嘴上说着自己不是幸运查克的查克，身体却很诚实，每次亲热都止步于 kiss， 说什么都不愿意继续做下去了。原来他害怕和 Lucy 真正约会后，诅咒就会应验，从而失去她。但问题很快来了，他忍得住， Lucy 却忍不住，他主动示爱，还把查克拽进屋子，准备霸王硬上弓。而查克呢，在一番思想斗争后，也决定破釜沉舟。他选择相信胖子说的真命天子只是恋爱脑自己这么认为的那套说辞。可就在两人准备战斗时，胖子的电话来了，他说自己给查克的前女友们打电话了，意外发现他们全都结婚了。注意，不是一些，而是全部。这意味着幸运查克的传言可能是真的。听到这话，查克咽了咽口水，他不能失去 Lucy， 于是仓皇失措地逃跑了。可一直 kiss 也不是办法，最终他们决定来个狠的。之前约会对象条件好，所以结婚也正常。如今他要找一个不可能有人喜欢的女生约会，观察她能不能遇到真爱。很快他就锁定了目标，一个500斤的胖妞。男人找到胖妞，想和她在晚上来一场刺激的约会。女人二话不说，用行动告诉了自己的回答。看着行不通，男人只好掏出1000美元，希望她能赏个脸。
事后，男人疯狂地用刷子冲洗身体，随后让胖子去观察，看看他能不能遇到真命天子。半个月后，再三确认没有问题，他决定给打电话诱惑他的 Lucy 一点教训。可就在他操劳一夜，准备看电视放松心情时，却意外看到了不可置信的一幕。查克懵了，为了不失去 Lucy， 他做了一大桌丰盛的早餐，随后又去他的公司自作主张地安排惊喜。可这些举动并没有让 Lucy 开心，反而无比厌烦。第二天，查克为了快点结婚，他戴好戒指，准备快刀斩乱麻地处理这段感情。可刚到动物园，却发现一个男人在和他有说有笑的交谈，这让他大感不妙，二话不说对着男人就是一顿胖揍。这些举动让 Lucy 对他彻底失望，最终选择了分手。失落的查克坐在大街上，他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。这时助理来到了身边，告诉他自己遇到了真命天子。听到这话，查克也不知道说什么，只能礼貌地祝福。也在这时，他看到流浪汉掉落了一个酒瓶，酒瓶在一阵旋转后指向了对面穿黑衣服的女人。尘封的记忆瞬间开启，让他想到了小时候魔女下的诅咒。很快，查克找到了小魔女，如今她已为人母。查克说当年的他确实不对，希望能得到谅解。在一番交谈后，魔女终于知道了他的来意，瞬间觉得有些无语。他说自己当年只是一个孩子，这些话怎么可以当真呢？随后解释道，他现如今分手不是因为诅咒，而是他变了。听到这些，查克若有所思，他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。为了弥补，他找到 Lucy 最喜欢的作者，安排他们见面。看着他开心的样子，查克也欣慰地露出了笑容。这天，查克正在家里自暴自弃地打游戏，胖子突然闯了进来。他说 Lucy 要跟着作者去南极了，你如果喜欢就去追，要不就没机会了。看他听到这个消息不为所动，胖子怒了，直接把他撵了出去。就这样，查克孤身一人冲向了机场。飞机上，他找到 Lucy 深情表白，并向她道歉，希望得到谅解，最终恳请她别和作家走。这让 Lucy 既有些开心，又有些好笑。她解释说自己只是去做个调查，1星期就回来，并且这次旅行不是甜蜜2人游，与他们一起的还有作家妻子。随后说他知道是查克联系的作家，他做的一切自己都看在眼里。就这样，两人和好如初。但查克不知道的是，在他道歉后，小魔女翻出来一个盒子，撤下了对他的诅咒。幸运查克是一部经典的喜剧片，虽然电影里没有缜密的逻辑，也没有惊人的醒世哲理，但足够好笑，足够放松，就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。顺带一提，电影尺度真的很大，未成年千万不要看原片哦。